这个人物在甲片上的一个构图啊，开席啊，画一个长方形啊，假装是我们的甲面，然后呢，把它一分为二，好，1:1的比例，上面呢是头和脖子，下面是它的身体，头和脖子在上面啊，然后它的头啊到脖子这里给它分出来，因为这个甲片比较窄一点点，我再收一些，再收一些。好，然后这个方向是它的脖子区域，然后还有它的头部，包括它头顶上啊，还要画一个冠子，然后在下面就是它的身体的部分啊，就这个地方是我们彩绘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吧，它基本上把我们的整个甲面都给占满了，占满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一个详细的一个线稿构图。这个人物的话稍微有点复杂啊，它是因为就是画面感太多了。我们首先呢要去给它画出一个脸型、头型。头型的话，我们画一个瓜子儿形，瓜子儿往下，好，画一个圆嘟嘟的瓜子儿。圆嘟嘟的瓜子儿，尽量把脸画正啊。可以先去画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啊，然后你画完一个圆之后。好，画完一个圆形之后，那这下方就是它的下巴位置。当然，这个下巴位置这里有点歪了，可以调整过来一些。当然下巴不要画太尖了啊，下巴这里是有一点平的。然后呢，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发型，它的发型的话要有一种包头包脸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画发型的时候要稍微比我们刚开始定的这个头型轮廓要宽一些。好，下来。就多宽出去一些，然后再去调整它的一个发型，比如这个方向，我们到时候可以给它收的稍微直一点点，直圆的那种。好，然后这边线条下来，耳朵在这个位置露一点出来，好，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它的头发部分，头顶还带了一个冠子，好，这头顶还带了一个发冠。然后它的发型的话基本上占了我们整个头这块空间的，大概1/3的位置。然后头型的话是先走一个平的然后两侧，再往耳后走下来，再往耳侧走，然后给它画出美人尖儿，在中间的位置有个尖尖。好，到了耳发这里，好，有一个尖尖，收过来，就到它眉毛的这里有一个尖尖，这个位置有点太靠下了，要擦一擦啊，但是要擦黑，算了，不擦，你看就黑了，再下来一点，好，把头型。头发的部分给它填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它头发的线条就是从这里中分这里，好往后，到时候我们填色的时候，方向就是这样往后竖起来，好，这个地方到时候收进去一点。把头不要这里画的太窄了啊，就这个宽度不要画的太窄了，到这儿。好，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画它的眼睛、鼻子、嘴巴。你可以在这条线上面中线上面去画它的眼睛部分然后鼻子、嘴巴部分在下方耳朵的下方去画它的嘴巴。好，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稍等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去找它的眉毛、五官的地方。眉毛在这个地方，线条上面一点点。好，然后眼睛稍微平一点就是它的眉毛和它的眼睛都可以稍微平一点，就是尽量弧度少一点因为女性的话，她的眉毛、眼睛我们可能会画的，弧度感就是上翘那些可能会明显一点，线条会柔一些。但是男性的话，我们尽量把线条画的简单一点，少一点弧度。好，眼睛下来了之后，嘴巴在这条线，鼻子，好，从眉头下来，
好，鼻子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再到加深一下鼻头，然后再到嘴巴，嘴巴也是尽量画平一点，但是平一点的同时还是要带一点点弧度的。好，表情冷漠一点啊，尽量嘴角不要上翘，表情冷漠一点。好，这是嘴巴的位置。然后定好了之后，你再去画它的脖子，脖子不要画得太宽，脖子它从哪里画？就这根中线到这根侧边线啊，脸蛋的侧边线1/2处啊，这条线。好，脸蛋侧边线1/2处。好，从这个点线从这里画下来，它的脖子，脖子不要画得太细，但是呢也不要画得太粗。好，脖子下方呢就是它的衣服衣领，好，衣领外面就是一个圆的领口啊。然后再到它的一个肩膀，肩膀的宽度的话，就是大概超出它的，比如说甲面在这个位置的话，大概超出一半的位置。好，头到我们的甲面侧边线一半的位置去画它的肩头的宽度。好，这边是肩膀，还要画点褶皱，衣服的褶皱感，这个褶皱感就往前，这样交错。好，表现衣服的一个褶皱感，拉下来，然后衣领这里可以有，好，衣领这里，然后它这里飘下来，然后手，它的头发后面还要飘一点头发出来，披发往这边飘，对，这边也会有一点，但是这边不要飘出来，整体的话。往这边飘，好，可能这个地方到时候不会表现出来了，因为离甲片太远了，它头发飘散的，包括它后面的一些飘带，头顶的这个冠。好，然后它前面的这个手的话，手在正中间这条线上啊。然后手的这个位置，你们在画的时候，就指头怎么去画，我们可以就是先定几条线啊，比如说手中指最长，好，然后其次是它的中指过了是谁？我中指过了，直接无名指。好，再来一根短一点的，食指啊，对，无名指。好，这里一条线，这里一条线，好，然后呢，再来往下这边，好，往下这边，好，这就是它的一个手的一个摆的位置啊。然后你把指头画出来，好，细细的指头，指尖细，就是指尖慢慢的变细，好，先平，然后指腹带一点弧度，好，直线走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再来。画一条直线，好，带一点幅度，指腹下来，好，走直线，越往下越粗，然后呢，再到它的，下面一个指头，就这里一定要是接上的啊，直线，好，指腹，直线，指腹，对，这个位置，指头要接触到啊，然后。手过来，这边有一点宽度的，手背这边过来，好，这就是我们的大小鱼肌啊，就这个地方，所以说这里要宽一些，扩出来啊。然后大拇指是从另一边过来的，所以说等一下到时候我们画大拇指的时候，颜色还要有阴影。然后大拇指正好跟他们的那个方向是反着的。大拇指是下面这里线条偏直一些，然后指腹，对，好，这样画下去。然后这边指头弯曲，这边离得太远了，还是要给它拉过来。好，分3折。虽然说有点畸形啊。虽然说有点畸形，但是你们知道它这个手势是什么样子的啊？中间这里，这个叫什么来着？食指是这样子弯曲的，对，是这样子的。
但是方向反了啊，这两个指头是挨在一起的，然后大拇指是往下的，然后这个是这两个指头挨在一起的，然后食指是弯曲往下的啊，然后小指是在哪里啊？小指也是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啊，从前面看的话，好，好。好，袖套在这里，袖套在这里，然后大拇指在下方这里，这里要挨着，我画的有点远了，然后食指这边是。记住手的这里是要碰到的啊，要碰到的。那中间这里是要碰到的。好，手势这边就 OK。然后手势这边下来就是它的袖口部分啊，斜口。那这里不是直的啊，是斜口，领口就袖子这里，然后就是它的衣服。袖子比较宽松，好，那肚子上的衣服系个腰带，腰带表现腰细，这就画一些纹路，那腰带中间这里还配了一个。红色的绑带绑了一个金色的配饰，就这样往下飘的，但下面这里是不会画出来的啊。好，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姿势哦。它这边肩膀上还有一个。布条子，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有一些褶皱处啊，你们在画一些袖子的褶皱处的时候，比如说它领口这里的褶皱，你要表现出衣物的厚感的话，那么像它脖子下来这里可能有一件内衬，然后你们要表现它这个衣服有厚重感并且有褶皱感的话，那画波浪。好，画波浪，然后从波浪的地方画 C 弧，跟着它褶皱衣服的方向啊，穿衣服的那个方向过来两根线条交错，就跟画玫瑰一样。好，再来一点这种带钩的线条，好，那这里衣服这里那种褶皱就感觉就是一件衣服，就跟你理发的时候那个是这样往前面往后面披上去的，然后。再到我们的袖子这里的话，比如说他的手在这个方向，好，那你要画出他的袖口比他的这个手腕这里要厚的那种感觉，那么你就是从这里画个钩子，宽度要画出来，好，内衬的这个袖口，好，好，画一些褶皱。跟着方向来画一些褶皱，这个褶皱要么就 C 弧错位的 C 弧要么就是这种勾勾，对，然后搭一条线，错位平行的一条线，好，就这么去画它的褶皱线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五官上面的一些细节，就它这个五官吧，其实非常的简单，画法用色都非常的简单。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就尽量就是隐蔽的去画它五官。比如说眉毛，它就是很浅的几条线，好，拼成一个眉毛，比较平直平直，前面虚，中间实，到眼尾，到眉尾，它就是很细，这边好，画过来眉头虚，那就是它的眉毛，中间出两头，中间出眼尾细，眼头虚。好，然后眼睛的话也是非常平的一个微弧，不要画太圆就稍微平一点点。那上眼线的话可以稍微粗一点，下眼线可以就是稍微的虚一点点留个眼珠子，黑色的没有感情的眼珠子，就是尽量眼睛有一种那种微张开的感觉所以说你这个弧度可以稍微的画的
不要那么圆。就像我们画女士眼睛的时候，可能就会画的圆一些呀，对吧？眼珠子亮晶晶的呀，那些就会双眼皮啊，就画的圆一些，杏仁型。画女士的眼睛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画这个男士的眼睛，有一种半张开的感觉。那么这个 C 弧啊，眼线这个 C 弧就尽量画的平一些，不要太拱。好，下眼线虚一点点。好，眼珠子画一半，半圆即可。那他这种眼神就有一种悲悯的眼神在里面。好，然后双眼皮的线那个褶皱，微微的跟着他眼廓子、眼线的这个弧度在上方靠后一点点啊，上方靠后一点点这个方向去画一下双眼皮褶皱就可以了。然后眼头不要超出他眉毛的宽度。好，眼头不要超出眉毛的宽度，你们记得。眼头不要超出眉毛的宽度啊，因为从眼头这个地方下来，这一块是阴影，这一块是阴影，阴影下来之后抹一抹，下来之后直接就是鼻头鼻头中间山根这里收窄然后到了鼻头前面这里，然后鼻头前面的话，我们画一个大雁。好，这里的线条到时候是会很虚弱的就鼻头尖尖这里可能要稍微实一点点。好，嘴巴的话就非常平的一条线条，你甚至可以直接画一条直线。好，然后在这个直线里面去加深两头的轮廓，然后呢，在中间往下，往上就放一个弧度比较大的 V，不是这种小 V 是弧度比较大的这个 V。好，然后下嘴唇的这个宽度，画出来，上嘴唇画出来。这两条点是定它嘴巴的那个厚度，然后你在这里面去加上一点点肉色的唇色。好，这就是它嘴巴的一个画法。不用画眼线，不用画眼影、腮红什么的，最多就是增加一些轮廓感。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在甲面上去进行操作。首先准备好一个这样子椭圆形的甲片，然后拿出白色彩绘胶。拿一个这样子的磨粉的干净的这种刷子，或者是厚海绵、粗海绵、海绵球都可以取一点胶，拍在甲片中间，拍在甲片中间，给它做出这种甲面的颗粒感、斑驳感，在人物的周围感觉有一层，光那是光，边缘雾画一下，一定要有这种明显的颗粒感做出这种感觉。偏上方，你要知道它的头部在哪个位置。好，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给它上一层颜色。首先你得要用一个偏裸粉透的这种颜色蜜桃粉，这个颜色刷在中间，可以不用刷匀。可以有深有浅，不用刷匀。好，然后呢，在甲片上再给它上一个偏棕一点的颜色，透棕色刷在周围的位置。后缘尽量就是略过甲片中间。轻轻的带过甲片中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底色的做法。继续照灯，大拇指底色打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怎么去构图。甲片的这个底色已经做好了，你们刚刚也看到了是怎么做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取白色，我先把它的头给它定出来。好，头在这个位置，头顶还要画一些东西，所以说要留一定的空间。头它的一个宽度。就这么宽，脖子好，然后头的这个宽度不要超过侧边线不能超过侧边线，那你就得定在这儿。
好，侧边线点在这儿。哇哦，小头。画个瓜子儿。中线拉下来。脖子。好了，就到这儿。我们等一下要上白色彩绘胶的地方，就只有这么宽，再宽就没有了。万能笔给它上色吧，因为圆头光条笔、平头光条笔都太宽了，上细节还是万能笔刚好上一些。白色彩绘胶。好，填上。就把头型和脖子这里颜色画出来就可以了啊。好，填好之后拿去照灯。照完灯之后，整体上一层磨砂封层隔离。好，照灯。照完灯之后上色。首先，它面部的这个颜色啊，我们要用裸肤色。好，取这个裸肤色。脸蛋上给它上一层。多余的给它吸走。但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蜡黄了。过于蜡黄，调一下，调一下，裸肤色取出来，加一点点这边的肉粉色加进去。好，裸肤色加了肉粉色之后，你可以再加一点这边的这个棕红色啊，这里有，对，加一点点棕红色进去啊。那整体肤色其实还是偏黄的，只是说，不要那么的黄嘛，粉黄粉黄的，看一下，差不多，好，上去，将颜色洗一下。还是有点偏红了，还是得要再黄一点。呀，没事儿，上了面部我们就去试，试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调。再来，轻笔控水。色块上去就轻笔控水，然后将颜色化开，往它的周围去推。肯定中部的这个颜色不能太深嘛，所以说颜色化开往周围去推，正好把它的脸型给它做出来。下巴虽然说尖啊，虽然说很瘦，下巴很尖，但是它不是一个锥子，下巴这里要有一点平。好，
OK，然后脖子上的颜色也用这个颜色，脖子的颜色肯定要比脸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深色区往左边去推。那由于脖子上的这个颜色要深一些，所以说你把下巴就给它体现出来了。OK， 头和脸咱们都抠出来了。哪里的颜色多了，你都可以再去带一带。中间的颜色经过我们这样子去洗过一遍之后啊，你后面再去上色的时候是很难再搓掉它的。好，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去定五官。好，接着我们用黑色水彩，你可以在黑色里面混一点棕色啊，就是用褐色。好，用这个颜色去画出它的五官。先画眉毛，放近一点，眉毛，头大胆画，大胆画，眼睛。好，眼睛五官的位置，你看好粗糙啊！大胆的把五官位置先定出来，完事之后，就是漫长的修饰时间啦。好，给它修饰，眉头弱化，眼头线条变细，眼尾啊，好，变细，颜色往旁边推就好了。眼珠形状不好的也可以给它修一下。漫长的修容时间。笔尖儿啊，只用笔尖儿轻轻的带一下轮廓周边，顺着线条的方向带一下它的轮廓周边。鼻子。好。加一点颜色哈。好，这是现在修饰过后的五官，我们再跟着描一下。修完了之后，轻笔控水，再将它的五官抠出来。就是你就这样子去修就好了，不用管旁边的一些就是印子呀，或
或者是线条不清晰啦，不用管啊。我们只是去抠它的一个轮廓。好，正好修出来的颜色就往周边推，雾化给它做成阴影。眼尾、眼头这里给它修一下，就是眼头的宽度不能超过眉毛、眉头的宽度。抠完之后，虽然说它眼睛的轮廓出来了，但是不精致，嘿嘿，不精致。我们要用这个刚刚做皮肤的那个颜色啊，就画它这个面部皮肤的这个颜色，去找一下它的轮廓。那比如说，我们要先在眼角、眼窝的这个地方，好，把鼻子的轮廓做出来。从三角区这里下来，好，鼻子的位置就这样给它抠立体啊，然后颜色化开，肉化开。慢慢的把它这个色块肉化开。好。眉毛和眼睛这个三角区，加深。好，眼尾这个地方加深，取一点点啊，因为空间本身就很小。好，也用这个裸肤色给它画出嘴唇，嘴唇子薄一点啊，不要画的太厚了。这有个毛毛，我要给它弄走。那弄不走了。就这个人物的画法啊，绘制方法跟我们平时做的话，确实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好，再用黑色，棕色吧，用这边的褐色，深褐色，去加深它的五官。好，深褐色，加深五官。
眉毛、眼尾不对，眉尾虚，眉头也虚。